航空母舰国之重器，经中央军委批准，第一艘国产航母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山东舰，舷号17。12月17号，山东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交付海军，从此中国海军进入双航母时代。中国海军如何实现了从改建到自建航母的历史性跨越？解放军的远洋军事能力又将得到多大程度的提升？马上来掌握最新消息。12月17号，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交付海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交接入列仪式。下午4时许，来自海军部队和航母建设单位的代表约5000人在三亚某军港码头整齐列队，仪仗礼兵护卫着81军旗、命名证书，正步行进到主席台前。习近平将81军旗、命名证书分别授予山东舰舰长来义军、政治委员庞建宏。随后，习近平登上山东舰。主席同志，海军山东舰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舰长来义军。下座开队。在山东舰上，习近平查看了有关装备，了解舰载机飞行员工作生活情况，并前往驾驶室同官兵亲切交流，在航舶日志上郑重签名。随后，习近平还在码头接见了航母部队官兵代表和航母建设单位代表，并对我国航母建设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勉励他们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现场见证山东舰交接入列的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官兵表示，人民军队的航母事业依然任重道远，下一步他们将围绕航母编队全面形成体系作战能力，积极锻造航母编队作战体系的尖刀利刃，为推进海军航空兵转型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山东舰舰长来义军曾在辽宁舰服役，习主席视察辽宁舰时的殷殷嘱托，他句句铭刻在心。他表示，山东舰入列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航母部队官兵将牢记职责，不辱使命，争取早日形成战斗力和保障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12月18号，海军新闻发言人程德伟就山东舰命名、舷号、仪式举办地、技术性能等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我国第2艘航母为什么被正式命名为山东舰？程德伟表示，海军舰艇命名规定明确，巡洋舰和2栖攻击舰及以上级别舰艇以行政省和直辖市命名。根据这一规定，综合考虑各省、直辖市申请意愿等各方面因素，我国第2艘航母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山东舰。另外，根据舰艇命名惯例，为保持航母舷号衔接有序、整齐统一，山东舰舷号在辽宁舰基础上顺延为17。山东舰交接入列仪式为什么在海南三亚举办？程德伟告诉记者，海军按照既定计划和部署，稳妥有序推进航母平台和军港码头等配套设施建设。交接入列仪式的地点是统筹考虑航母试验试航等总体工作安排确定的。山东舰与辽宁舰相比，在技术性能上有哪些进步和改进？程德伟说，山东舰立足国内自主设计建造，重点解决了航母总体设计、船体建造、主动力装备国产化研制等问题，提高了综合作战效能和综合保障水平。据悉，中国首艘国产航母的上千万个零部件全部采用国产产品，实现了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建造和自主配套。央视新闻也分析了山东舰的设计特点。首先，辽宁舰的舰体是利用重型载机巡洋舰瓦良格号改装来的，山东舰则是按照航空母舰的标准进行的设计。由于瓦良格号在设计之初，舰首正中的甲板下安装了12枚花岗岩反舰导弹，所以导致辽宁舰的甲板被占用大量空间。而山东舰不用受这种约束，结构设计更适合舰载航空兵作战需求，内部也有更大空间来装载舰载机。其次，山东舰舰岛比辽宁舰有所缩小，舰岛是航母的指挥控制中心，指的是航母甲板一侧的岛型建筑。
现在服役的航母中，舰岛多在甲板右侧。舰岛内包括航海舰桥、飞行甲板调度室、航空舰桥和其他多种工作室。山东舰的舰岛比辽宁舰有所缩短，高度则增加了一层舰桥，其中节省下来的甲板面积有利于舰载机调度。舰岛缩小，实际上就增加了停放飞机的面积，使飞机出动率更高，返回时舰面停放空间更大。第三，从外观看，辽宁舰上的雷达罩是凸起的圆弧形，而首艘国产航母上的则是平面的。平面的雷达冷却性能更好，散热效果好，待机时间长。相控阵雷达并不是航空母舰的标配，现今世界上服役数量最多的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上就没有安装。相控阵雷达作为重要的传感器，可以为航母编队指挥提供更好的感知能力。从建造、下水、试航到正式入列，山东舰的点滴成长可以说是在全国人民的关注下完成的。2013年底，大连造船厂举行了航母甲板的切割仪式，正式开工建造。2017年4月26号在大连正式下水。2018年5月13号离开码头开始海试。2019年10月22号完成第8次海试。2019年12月17号正式交付海军。山东舰的建造和海试为什么能如此顺利？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发文指出，船舶设计要考虑到的因素非常多，包括舱室、管线、配重和重心位置等。因此，尽管山东舰是在辽宁舰的基础上进行重新设计，但这也是对军舰船舶设计经验和能力的一次考验。山东舰顺利完成建造、海试，正式交付海军。这一条龙的完成，说明中国通过了设计建造航母能力的毕业考试。山东舰研制总指挥胡问明介绍，世界各国装备的航母主要分为大型、中型和轻型3类。我国的辽宁舰和山东舰都属于4至6万吨级的中型航母。中船重工集团国产航母高级技术专家段宏表示，放眼全球，国产航母在国际同类型的航母中也具有较高的性能。侠客岛文章还指出，辽宁舰经验不可忽视。从2012年9月25号辽宁舰服役至今，中国海军已经有了7年使用航母的经验。7年来，辽宁舰各项训练和试验工作稳步推进，航母编队体系化训练逐步常态化，多项训练取得良好效果，达到预期目的。2018年4月12号，辽宁舰参加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举行的海上阅兵后，迅即从阅兵场奔赴训练场。辽宁舰航母编队先后在南海和西太平洋海域密集展开多科目训练。海军辽宁舰副舰长陆强强表示，辽宁舰正在由一艘训练舰、试验舰向一艘打仗的舰艇转变。侠客岛文章还预料，未来辽宁舰和山东舰会双舰合璧吗？答案是肯定的。中国海军必然会用这2艘航母测试双航母战斗群的战术，这种战术随着未来中国海军航母数量增多，必然会变得司空见惯。那么在此之前，双航母的甲板调度、舰载机的任务配置，这些经验就要提前开始积累了。